运气不只是天生，它其实是可以被训练而来。你内心的状态会招来你所共鸣的事情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、无法重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吗？或者你是否看到有些人觉得他走到哪里，好事就跟到哪里？有些人呢，总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到哪里呢，总会遇到不好的事情。但是呢，运气不只是天生，它其实是可以被训练而来，透过训练提升的能力。你相信吗？运气是可以锻炼的哦，也可以练习的。今天呢，我要分享的这本书呢，就叫做运气是可以锻炼的。那这本书呢，颠覆了我对运气的想法，也是近期来我蛮喜欢的一本书，所以想说分享给大家，希望也能带给大家好运。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如果你想要知道运气怎么训练的话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哦。那首先呢，我先来介绍这本书的作者，他叫做田坂广志。田坂广志呢，他的学历其实非常的高，他是东京大学的工学博士。他不但是一个思想家，也是一个企业顾问，也是一个科学家，在日本政府阁内当过委员。他透过了他37年实际的经验，去提出了运气是可以锻炼的方法，透过心理学和科学的方法实践，让我们能够持续的锻炼这个部分，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，也让我们遇到更多的好运。那什么叫做好运呢？其实书中里面作者有提到了5大特点，分别是直觉、预感成真、掌握良机、发生共识现象、感觉聚合现象。那第一个直觉呢，有点像是我们的第六感，就是我们觉得怎么样，然后去选择的那个事物，后来发生了好运。再来是预感成真，就是你心中有个预感，有点觉得接下来的发展会怎么样，然后发生了这件事情。再来呢，掌握良机呢，就是当我在关键时刻掌握了这个事情，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就像是足球比赛，就是刚好球就在你的脚边，然后你临门一脚踢出去，射门得分，这个就是掌握良机，把握这个机会。那再来呢，叫做共识性。那共识性是什么呢？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像我有一次回我公婆家，那天我就是非常的想要吃烤鸡，我就心里就想过了那个画面，结果呢，晚上我的婆婆就端了一盘烤鸡给我。它有点像是说，你在那个时间你想到的画面，你后来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。再来是聚合的现象。那聚合的现象呢，有点像是你生命中的某些事情，它看似是毫无关联的，其实呢，它都是有关联的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可能在某一天认识的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呢，你可能2-3年间都没有联络，但是呢，3年后他居然成为了你的贵人，帮助你。所以呢，看似没有关联的事情，其实是彼此相扣在一起，也会让你带来好运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分享为什么没有办法带来好运的原因。这部分呢，我们就要提到一个法则，叫做吸引力法则。可能有些人有听过，吸引力法则就是说，你内心的状态会招来你所共鸣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想法是正面的，那你所吸引来的东西也是正面的。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们明明想法非常的正面，那为什么吸引来还是一些运气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呢？这就要探讨到事情呢，其实是有正反面。那我们的自我意识呢，其实我们是往正面的方向想，可是呢，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呢，会一直充斥着一些负面的想法，像是我不值得，或是我的运气真的没有这么好，这种想法。那这种想法一旦盖过了你的正面的意识呢，负面的情绪就会比较多一点，那这可能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带来好运。无意识里面负面的概念呢，这也是这本书里面想要提到的概念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消除这些无意识的想法、无意识的负面概念，来带来自己的好运。那好运呢，可以透过5种意识来得到。那5种意识呢，第一种意识叫做自我意识。自我意识就是我自己感觉得到，就是从我的内心，从我的表情，或是从我的动作。比如说我的内心是开心的、正面的，然后面带微笑，那这些呢就会牵动我的身体，我做出开心的行为、正面的行为，透过自我意识呢带来好运。第二个呢就是自我无意识，那这也是所有意识里面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
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的潜意识里面的行为跟想法。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一些身边的朋友，他可能想要有一段好的感情，那他总是遇到一段不好的感情，这有可能呢，他的潜意识里面他会觉得说我不值得被爱，我不值得拥有，或是我不值得这个好运。其实这样的无意识的想法呢，会盖掉你的自我意识的想法，就很容易吸引到负面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把自我意识呢跟自我无意识这两者的差距变小，我们就能吸引到好运。第三个就是集体意识。那集体意识呢，也就是比如说你的团体啊，或是你的公司，如果你的团体跟公司企业文化是好的时候，那你就会有一个好的能量，把整个团队提升到一个更好的层次。那再来呢，集体无意识。集体无意识呢，在书中提到说，人与人之间呢，它可以不用透过言语做联系。也就是说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空间里面，你没有跟那个人对到眼睛，可是呢，你会觉得他一直在注视着你，某种能量在你的身上。又或者是说呢，比如说你今天想到一个朋友，那他刚好今天就打电话给你。那我自己也是有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呢，人与人之间在深层的无意识世界里面都有彼此在做联系。再来第五个意识呢，就是超时空无意识。那这个无意识呢，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了时空。那这有点像是预知梦，或是你眼前好像这个画面好像在你脑海中有看过。就是作者有举到一个例子，就是他有一天搭计程车的时候，经过一个大楼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对这个大楼非常的有兴趣，就是在那边驻足了一阵子。后来呢，某一天他就真的到那栋大楼去工作。这个就是超越时空的一个无意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提到一个书中提到的零点能量假说。那零点能量假说呢，就是在宇宙里面充斥着这种能量的场域。那这些能量的场域呢，记录了过去、现在跟未来，所以它其实共同存在的。那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呢，都是一种能量，一种波动。我们能够感受到物质的存在，也是一种波动干涉的形式。零点能量场记录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那只是说未来还没被决定。当我们现在做出的行动，只是未来尚未决定，那未来只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搭配我们的行动呢，那最有可能就变成一个确定的未来。那零点能量场呢，具有三大的假说，就是宇宙每个角落呢都有零点能量场的场域。第二个假说呢，就是说这个能量场域呢，记录了我们的过去、现在跟未来。第三个假说呢，就是当我们的心能够与这个能量场做联系的时候，向这个能量场做祈祷、做许愿，就能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发生的事情，预知到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。通常呢，我们会透过冥想啊、祷告或是祈祷，跟这个零点能量场做联系，透过这个联系呢，改变我们内心的想法，去招来好运。这个就是吸引力法则的概念，就是当我们跟这个零点能量场做联系的时候，如果能够产生到巨大的共鸣，就能招来好运，招来你所想要的事物，招来你喜欢的事物。刚才我有提到，就是我们的自我无意识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如果要招来好运呢，我们就要必须消除无意识里面的负面想法。怎么样消除无意识里面的负面想法呢？这也是书中里面提到的重点，就是说，除了去创造正面的想法以外，我们也要去消除这些无意识里面的负面想法。那怎么样消除呢？这里有三大重点。第一个是净化无意识里面的负面想法，第二个呢是翻转人生负面的经验，第三个呢就是学习最极致正面的人生观。那要怎么样净化潜意识里面的负面想法呢？这里面提到有3个你需要在人生当中培养的习惯。第一个习惯呢，就是置身在大自然里面去净化你的心灵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工作累了，我们会来一场旅行。那这个旅行呢，一旦旅行完了，我们就身心会得到放松，这也是负面能量的排解的一种方式。可能有些人会讲说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就是常常去旅行。那很简单，我们可以去家里附近的绿地啊，或是公园走走，把这些负面的能量排除掉。那这个方法呢，我也是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方法，所以有空就去附近的绿地或是公园走走吧。第二个习惯呢，就是你要常常用正面的言语。那什么像是正面的言语呢？就是感谢、感叹跟感动。就像是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，我们就可以说感谢今天天气这么好，让我心情也非常的好。必须要常对自己说，我可以做得到的，我是有能力做到的，我是有选择的，这种正面的言语。像我就把我一句非常喜欢的话放在我的手机的桌面，就是 Yes you can。
因为我想要对自己说我是可以做到的。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困难，那我就会打开手机对自己说你可以做到的，相信你自己。那使用正面的言语呢，是因为你的言语会改变你的内心，那你的内心呢也会驱动你的行动。当你的言语是正面的时候，你展现出来的行为也是正面的，你会觉得你做得到而去行动，这个就是正面言语的道理。第三个原理我觉得还蛮特别，就是和解念头的进化力。人不可能是完美的，所以我们总是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跟别人会有摩擦。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要道歉，不想要和解，而是有时候要面对面谈，可能会有一点疙瘩，有一点困难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在内心的世界跟你想要和解的对象和解，在内心对他说：某某先生小姐，谢谢你，感谢你跟他相处的这段时间，你想要跟他和解。因为呢，我刚才提到说，这宇宙是有一个能量场的，所以我们都会跟那个能量场做联系。你内心所要表达的意念，也会透过你这样子的和解方式传达到对方身上，用你的内心世界去跟他和解，把这些负面的能量给排解掉。消除无意识里面负面想法的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你要翻转你人生的负面的经验。有时候我们心目中会常常出现负面的经验，会觉得好像我是一个失败的人，我是一个不值得成功的人。那事实上呢，每个人都有成功过，这些成功不管大或是小都是成功。你要去想想看，你生命中有一些成功的经验，去感受这些美好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就是我从小是有气喘的，但是呢，有一次班上居然派我去参加跑步比赛。虽然呢，我是得到了第4名，没有得到前3名，但是呢，那个经验令我非常的深刻。我觉得我既然可以去突破自己，去参加这个跑步的比赛，那种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胜利。就是你必须回想起你的生命当中是有哪些小小的胜利，哪怕是你成功的做出一道菜，或者是你成功的规划了一次的旅行，去细数这些你生活中拥有的美好，你会觉得这世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不管这些成功多大多小，都是值得拥有的，值得去感谢的。我很喜欢书中的里面的一句话，他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，无法重来的。就算只是微不足道的成功的经验，只要呢我们能够珍惜爱惜生命中每一个闪耀的瞬间，这个回忆就会在心目中让正面的思想越来越强大，能够消除你的负面的想法，能够让你产生更多的正面的行动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要察觉自己是运气很好的人。怎么样察觉自己是运气很好的人呢？那就要常常去感谢。像很多成功人士都会说，因为我运气好，所以我有今天的这些成就。我们必须察觉到，不是所有好事都是运气好，有时候呢，坏事会藏在你的好运里面。比如说我们今天遇到了这个坏事，但是呢，过了1-2年以后，发现它并不是坏事，因为它成就了现在的我，所以它会被包装成坏事。所以呢，过去的失败并不代表失败，而是成功。这书里面提到了一个观点，因为呢，这些失败我们可以去察觉说，这些事让我学到了什么，我从里面得到了什么。他认为说，没有失败这件事情，连失败都是属于成功的一部分。那这可能在未来当中会带给我更多的力量。那再来呢，就是你要觉得你的人生就是幸运的人生。因为以前在公司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大哥，他就常像我的一个生命的导师。有时候我会跟他抱怨我遇到的不好的事情，或者说我会跟他分享我想要做的事情，那他都会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上天给你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，你的选择呢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每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更有力量，更有动力去执行我想要做到的，因为这是我选择我想要的。那这些安排呢，会在未来以不同形式的好运回到我的身上，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，去想象。再来消除无意识负面想法的第3个方法呢，就是学习最极致的正面人生观。那什么样是最极致正面的人生观呢？里面提到说，我们应该要感谢我们能活着跟我们的家人朋友相处，就是非常感谢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能够拥有这个有我的环境，看着我们所拥有的身边的一切，感恩这一切，这一切是多么的感恩。那我
们要去相信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有伟大的力量去引导我们。在我们人生当中呢，不可能是一帆风顺，一定会遇到一些逆境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想说，我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。但是呢，这时候你应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，这是上天给我的磨练，上天会给我一个好的安排，让我有一个克服逆境的智慧，让我有能力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，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。你要这样子去对自己说，你就会获得一个安定的力量，更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不好的时机、不好的事情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有提到说，我们要认清，就是所有的问题呢，都可能是因为自己而起的。这个不是说要所有事情都要怪罪在自己身上，而是说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想想说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，这件事情呢影响到我什么事情，我要做什么样的改变，用这个的方式去翻转你的思维，去想象你要怎么样去解决。总结一下，消除无意识负面想法呢，就是有3个方法，一个是净化无意识里面的负面想法，翻转人生的负面的经验，然后学习最极致的正面人生观。我们要怎么样去祈求好运呢？这跟吸引力法则有一点类似。我们在祈求一个好运呢，通常我们会许愿，在许愿完以后，我们的内心会不断冒出一个小小的声音，觉得说我真的行吗？我做得到吗？这反而会让我们祈求不到好运。怎么样祈求呢？就是我们就全权交付，就是当我们许了这个愿以后，我们跟这个0点能量场做联系，那你就安心的交付出去。你要相信上天会给你后续的安排。那比如说我许愿是我想要去布达佩斯旅行，可是呢，我的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个想法说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时间，我真的可以去吗？你就会冒出这种想法。但是呢，你先不要管怎么做到这件事情，你先许愿，你要相信上天会给你最好的安排，你会获得最好的引导。那在这之中呢，你会有相关的计划顺利的产出，达到这件事情，做到这个计划。所以呢，你就完全的交付给这个能量场，信任这个能量场，信任这个能量会带给你一定的回馈。分享给大家，书中还有几句非常好的句子。第一个就是人生中所有发生的一切都会是好事，就像我刚才提到的，就是有些坏运呢会藏在这个好运里面，你要相信每一件都是好事，这件事情都会让你带来更好的事情。再来，你是什么，世界是什么，你就是世界。我觉得这句话还蛮全的，就是你所想的就会改变你所看到的，就会改变你所吸引到的东西，所以你是什么，世界就是什么。再来呢，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单单只说希望吸引好运，而是说我们要开拓更多的人生，开拓更多的视野。因为呢，人生充满了很多的挑战，我们需要接受这些挑战，开拓这些新的视野，让我们学到更多的东西，透过这些运气达成我们的目标。那以上呢，就是这本书里面所提到怎么样锻炼运气的方法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锻炼运气的方法呢？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分享给我。不知道这个影片有没有帮助到你呢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。也希望把好的运气带给你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是 Emily，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